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陈飞宇被曝恋情仅2天，男方父母合体，热巴9年3次表态。迪丽热巴陈飞宇同居这个话题在热搜上挂了快2天了，起因是什么呢？一款不起眼的手链，狗子拍到2人手腕上戴了同款编织手链，于是直接开锤，说这是同居的实锤证据。但说真的，这个逻辑链条脆得跟薯片似的，同款手链不能证明同居，最多证明他们可能在同一家店里买过东西，或者是收了同一个品牌的赠品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这波热搜的时机，陈飞宇那边新剧某某正在预热，迪丽热巴这边虽然没什么大动作，但年底的红毯季快到了，这时候爆出绯闻，对谁更有利？当红女星被绑定到和男星的绯闻里，往往意味着公众的注意力从作品转移到了私生活上，对女星的职业形象，尤其是一些需要保持一定距离感的商业代言，是种消耗。而男方那边不太可能因为这种合顶留女星的绯闻而得到正面加持，路人会皱眉，粉丝大概率要打架，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有人精心策划的赔本买卖，不太可能，更像是某种狗子的常规操作，抓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线索，就赶紧制造话题冲 KPI。也见过不少类似的，去年某个男演员也是因为一个同款杯子被赚恋情，结果呢，只是剧组发的周边。经纪人后来在朋友圈吐槽，说狗子想象力太丰富，应该去写小说。粉丝现在都说非官宣不约，但架不住路人看热闹啊。尤其是这种带点粉色泡泡的八卦，在年底大家都想看点轻松的。问题是，这一波对迪丽热巴真的不友好，她被这种绯闻拖累的次数还少吗？每次都是她出来澄清或者不澄清，然后男方该干嘛干嘛，最后锅全扣她头上，仿佛是她单方面炒作。回到那条手链，官方渠道查一下，这个品牌的手链定价也就几百块，不是什么限量定制款，任何一个粉丝或者代购都能买到。如果因为买了一条随处可见的手链就要被赚同居，那大街上撞款的情侣手链多了去了，是不是每对都算同居？有人觉得狗子是没回应整，但我觉得这是娱乐工业的一种维稳手段。当真正的硬新闻缺乏时，用这种低成本的绯闻来填充版面，维持公众对明星的关注度，也算是一种就业岗位。对迪丽热巴来说，这种热搜看得多了，估计也麻木了。她新戏还没上，商务活动也正常进行，团队那边应该会冷处理。而陈飞宇本来就不太走流量路线，现在这种试探性的绯闻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。唯一确定的是，那条手链的销售量应该会涨一波。淘宝上已经有卖家开始标题带热巴同款陈飞宇同款了，这波带货大概才是唯一的赢家。有人扒出疑似陈飞宇的购物账号里买过热巴同款碎钻手链，账号信息不全，但那条手链的链接在后台躺了3个月。狗子那边更直接，放话2人已经秘密恋爱1年半，上海同居，男方爱到疯魔，女方家人拦都拦不住，这不就是标准的狗血剧本？上次看到这种桥段还是某部韩剧的剧情，编剧都不敢这么写，毕竟写出来会被骂太假。爆料一出，全网炸了，社交媒体上粉黑混战，热搜词条轮番上阵。我的朋友圈里有人连夜翻出热巴去年的机场照，放大手部特写研究那串水晶珠子。怎么说呢？这届网友的刑侦能力堪比 FBI， 但有时候宁愿他们没这么闲。毕竟娱乐圈的瓜，十有八九是熟透了自己掉地上，砸出个坑。陈飞宇他妈陈红莫名其妙就被架到话题中心了。
有人翻出一个小号，据说常年在线，还给迪丽热巴点过赞。这破事儿一出来，立马就被解读成婆婆潜伏吃瓜。然后呢，74岁的陈凯歌跟58岁的陈红在商场被拍了，老爷子走路明显不利索，陈红在旁边搀着，节奏挺快的，消息一个接一个。那个小号到底是不是陈红的，谁说得准？但网友不管这个，认定了就是准婆婆在暗中观察。至于陈凯歌走路那几步，说白了，年纪到了，身体不饶人。陈红扶着，倒也是正常操作。不过这两件事搁一块儿，就显得有点微妙了。一边是家长里短的健康关怀，一边是疑似儿媳妇观察记，戏全让看客给补完了。爸妈刚露面，儿子就赚恋情。评论区清一色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场绯闻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张两人的同框照，唯一的证据是一条淘宝月销过万的大众款手链和两人意外的同款。迪丽热巴今年32岁了，在这个圈子，这个岁数还没定下来，网友替她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早几年跟鹿晗在跑男那会儿 ，CP 感拉满，全网磕得飞起。结果人家一个转头，官宣了关晓彤，这段自然也就没了下文。和黄景瑜那档子事才是真真正正的炸弹。收工后的房车，黄景瑜直接上去了，待的时间可不短。之后就传出热巴停工好几个月，人胖了一圈，脸也肿了。网上铺天盖地说她怀孕生子，孩子他爹就是黄景瑜。行吧，这绯闻转的比剧本还像那么回事。有人把黄景瑜进他房车的照片翻出来，说她发胖是怀孕了，停工是偷偷养胎。这破事转了6年，越转越离谱，越转越像真事。甚至有人说孩子都生了，你没发现吗？6年足够一个孩子上小学了。但真相呢？他后来拍戏、上综艺，状态一直在线。那些照片里，他穿宽松衣服就被说成遮肚子，要是穿紧身，估计又该被说故意显瘦了吧。转谣的人从来不觉得累，他们造一个谣，就等着别人来辟谣。辟谣了，他们就说无风不起浪；不辟谣，他们就当默认，横竖都是他们赢。这种套路见太多了。肖战那个227事件，一开始也是几张截图，后来演变成全网狂欢。还有赵丽颖离婚那阵子，连孩子不是亲生的都出来了。到最后，谁给这些谣言道过歉？挺有意思的一点是，造谣的人往往最相信自己的脑补。他们觉得黄景瑜进房车就是有奸情，发胖就是怀孕，停工就是养胎。他们可能忘了，女演员停工也可能是累的，接不到戏，或者单纯想休息。狗子蹲点拍到的照片，配上几句模棱两可的话，就成了实锤。但真要他们拿出孕期产检记录、出生证明，一个都拿不出来。长点记性吧，下次看到这种铁证，先问问自己，这证据能上法庭吗？不能的话，就别跟着转了。迪丽热巴工作室那封律师函，2025年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过往传闻均为不实言论，告的是造谣的，法院也判了，胜诉了，就这么回事。热巴和陈飞宇这次被扒，源头小的有点离谱。有人注意到他手腕上那条红色碎钻手链，接着翻出陈飞宇也有一款差不多的，款式相似，颜色相近，连碎钻排列的角度都像。网友立马炸了，非说这是同款情侣链。热巴那边不出声，陈飞宇那边也沉默。粉丝开始掐，一边骂对方蹭热度，一边辩解都是巧合。这种事儿在娱乐圈见太多了。一个手链能说明什么？说不定是品牌方送的同期推广，或者两人凑巧都偏爱红色碎钻。
但看热闹的不管这些，他们只想信自己想信的。热巴这些年被绑 CP 不是头一回，从高到低，从帅到普通，几乎每部戏搭档都被拉出来配对。陈飞宇呢，他爸是陈凯歌，资源从不缺，但感情生活一直攥得紧。这次手链事件本质上就是粉丝脑补加营销号推波助澜。热巴工作人员要是真坐不住，早就发声明了。现在安静的反常，反而让人多想了。不可能只是懒得搭理。陈飞宇那边更简单，他团队一贯冷处理，等热度自己散。毕竟这种同款撞车，每年没100也有80，回回都解释的话，公关部的加班到猝死。说到底，一条手链掀起的浪花，既不是实锤，也不是恶意。娱乐圈的八卦，7成是观众自己编的剧本，剩下3成才是当事人偶尔露出的真料。后来有人扒出来了，那款手链不是那种满大街都能撞到的款式，刻意去找都不好找。然后同款的衣服、帽子、配饰一个个被挖出来，俩人的穿衣风格越来越像，几乎要共用衣柜了。或者说，这根本就是同一只衣柜。有人扒出一个购物账号，看着像是陈飞宇的，里面买了不少配饰，跟热巴那些同款撞了个七七八八。这种巧合，搁谁不多想？账号曝光没撑多久就注销了，一注销，反而像在脑门上贴了4个大字：此地无银。真正把这事推向热搜的，是一个老熟人。狗子会拍摄的白晓生在6月10日发了一段纯文字爆料，没有任何配图，没有任何视频。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已经秘密交往1年半了，两人在上海同居。陈飞宇爱得疯魔，但私下抠搜小气。他甚至因为嫉妒，扬言要封杀男配角魏哲鸣。这股醋劲真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。一条爆料，没图没视频，就靠一张嘴说，凭什么让人信？可偏偏就这么一条东西，炸出了满屏的问号。有人在等当事人回应，有人觉得没这事狗子不敢编，更多人纯粹在吃瓜，边吃边骂。每条用词都挺重，重的像从的底下挖出来的。可仔细一看，每条又都像凭空捏出来的，没一个实锤。同框照没有，视频没有，全是他一个人在那说。这种料放谁身上都经不起推敲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舆论场从来不在乎证据，先冲上去骂一圈再说，等反转了再删帖道歉。这套流程这些年见的还少吗？3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，这个狗子疑似是那个当年曝光陈飞宇和女网红床照的人。2023年的事，他擅自公开陈飞宇的隐私照片，法院判他侵权，赔了15万。判决生效后，他也没道歉，法院强制执行了。3年前那波操作，贴着陈飞宇蹭了一身热度，流量吃完，马甲一换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3年后卷土重来，还是那个配方，没有一张实锤图，没有一段录音，全靠自己敲键盘写小作文。业内人士那边倒是把底牌掀了，说这人和陈飞宇之间有段旧账没结清，动机就这么简单，不是真有什么料要爆，纯粹是添堵来的。2次手法一模一样，选在对方有作品上线或者曝光密集的时候出手，掐着点。具体什么就愿没人细说，但圈子里大概都知道那点事。写小作文这件事本身不稀奇，稀奇的是每次都有平台愿意给他流量，每次都能让一堆人跟着转发分析。一个没有证据的指控，能被当成连续剧追着看，这本身就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。陈飞宇在今年3月白日提灯开播那天，发了一条大胆科不用感谢我的动态，当时都以为是常规剧宣，没人多想。
现在热度刚下来，恋情瓜就准时冒出来了。时间卡得这么精准，说巧合谁信啊？那条手链，热巴粉丝扒过时间线，2024年6月他就戴上了。那时白日提灯，连开机都还没影。陈飞宇第一次被拍到戴同款，是2025年5月之后的事了，早了整整1年。时间差摆在那儿，谁先谁后一目了然。这不是巧合能解释的，倒像是一种预设的暗示。刻意也好，无意也罢，反正痕迹留下来了。围观的人自己会琢磨，不用多说。粉丝动手查证，不过是给这场戏添了把火。真相到底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故事已经传开了。那条手链在淘宝上销量已经好几万了，明星撞款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。中间隔了将近1年，谁先谁后，没人能说得清楚。这种事非要分出个先后，多少有点消费过度了。圈子里的链条事件，往往最后都变成吃瓜群众的狂欢。事情快收不住的时候，一个完全没预料到的角色被拽了进来。有人翻出一个账号，粉丝数不算少，简介栏却空空荡荡。“it” 是一串乱码一样的随机英文字母，上线频率高的离谱。他给陈凯歌点过赞，也给陈红和迪丽热巴的相关内容点过赞。陈红在线吃瓜，直接冲上热搜第1。很多人觉得这大概率是他私人小号干的。紧接着6月11号，陈凯歌和陈红一起出现在商场时被人拍到。陈凯歌先下车那会儿，身形佝偻着，稀疏的头发暴露他74岁的年纪。旁边的有人搀着走，这老态是彻底藏不住。陈红倒是一身深色长裙下来，皮肤那个紧致，气质在同龄人里直接甩出一大截。一个走路都费劲，一个看着还像巅峰期，这对比有点扎眼。陈红两口子被拍到逛街了，儿子这会儿正在风口浪尖上，全网都在搜他。老俩口倒好，压马路，聊家常，跟没事人一样。镜头里他没刷手机，没瞄热搜，路过的人他都没多看一眼。网上那些人早替他设计好了剧本的是焦虑的，坐立不安的等个什么实锤出来。可他本人呢，跟那个剧本压根就不是一个人。迪丽热巴的感情传闻这些年就没断过。同一个问题，他在不同时间点给出了3个答案，而且没一次是重复的。2017年那会儿，他刚火起来，20出头，被问到择偶标准，说的含糊其辞，要爱我，要孝顺，要合得来，就这么几个词，没别的了。这种回答说白了就是不想多说，但又不能不说，扔个万能模板挡一下。2020年那会儿，事业发展的正猛，他改了口，说自己不在乎有没有另一半，关键是的让他有结婚的冲动。说的轻巧，但谁都听得出来，那是一种高姿态的筛选。他还在挑挑拣拣，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。到了2026年，外界再问起这事儿，他的说法就变了。这次话说得更直接，更不绕弯子。其实说白了就是，他不再给任何缓冲余地了。他说的每个字都带着一种结论式的干脆，不是讨论，不是解释，就是告诉你，他现在的标准就是这样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，6年时间足够让一个人从充满挑选的底气，滑向一种被现实逼出来的果断。他不再说要等那个完美触发点，因为等不到了。生活不是电影剧本，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转折。他最终给出的那个直接说法，更像是一种长期拉扯后的自我和解，承认有些事情不是靠意志就能强求到的。他这些年一直被绑在各种异性名字上，离奇的感情故事一个接一个，像甩不掉的标签。那些名字听着就离谱，
有些他压根没见过，有些不过是工作场合点头之交。媒体就爱这个，写出来有人看。真相什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够狗血。他被塑造成一个感情生活极其丰富的形象，丰富到他自己都觉得陌生。有时候他刷到自己的绯闻，愣半天，这说的是我吗？故事里那个女主角连他自己都不认识，但又不能说什么，解释了就变成炒作，不解释就是默认，怎么都是输。这种捆绑从他有点名气就开始了，持续了不知道多少年。异性名字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感情故事编了一轮又一轮。团队也想过澄清，开头几次还折腾，后来就累了，发现澄清了也没用，新的故事马上又冒出来，他索性不看了，不看也清静。但这些事还是留下痕迹的。有时候跟人正常交往，对方眼神里总带着点试探，好像他身上那些绯闻是真的，他得花额外的力气去证明自己只是个普通人。这种证明本身就是一种消耗。那些离奇的感情故事，说到底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但他们之间早就被画上了等号，很难拆开。除非哪天他彻底不红了，没人关心他跟谁在一起，这算不算名气的代价？大概是吧。但代价这东西，谁付谁知道。很多人说我有男朋友了，网上不是一直转吗？说我早就隐婚了，一堆莫名其妙的名字突然就出现在我生活里。被问到目前有没有心动的人，他只说了3个字，并没有。9年3次表态，年轻时候挑伴侣的具体条件，慢慢的变成了有没有冲动这种抽象的感觉，到最后索性不看条件了，只说他单身。这真的不是敷衍，也不是打太极，就是典型的压根没心思在这件事上耗着。去年1年他拍了3部戏，商业代言也拿了几个，今年综艺上了好几个，档期排得满满当当。时间花在哪儿，是看得出来的。他不是不懂怎么回应绯闻，是他懒得演。娱乐圈这地方，每天都有新瓜，但大部分人都选择在舆论漩涡里拼命自证清白。小作文、律师函、工作室声明，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显得又急又心虚。他倒好，直接跳过这套流程。被人拍到和某导演深夜吃饭，照片糊得像监控截图，营销号马上开始编故事。换别人早就跳出来说只是朋友了，他呢？第2天发了一条微博，内容是家里猫把花瓶打碎了，底下粉丝急得要命，在评论区刷屏问绯闻。他回了个表情包，微笑黄豆。这招挺狠的，不是他不会公关，是他压根没把这种话题放在眼里。你看他平时的采访就知道了，聊剧本能聊半小时不带停，一提到私人生活就3个字下一个。那种懒散不是装出来的，是真的觉得没必要。有人说这是傲慢，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我保护。你越解释，越会被卷入无休止的猜测游戏。他不接球，球就落地上滚2下，自己就停了。但说穿了，这背后的有一个硬核支撑，演技扛得住，作品拿得出手，观众对他有角色滤镜。这几样东西缺一个，你试试看，早被骂到退圈了。他手里攥着几个国民级角色，平时又低调到家，大众对他的好感度积得很厚。所以当他选择沉默的时候，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你心虚，而是可能是假的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信用资产。大部分艺人拼命发通稿攒的就是这个，但他不是靠通稿攒的，是靠一个又一个口碑作品慢慢堆起来的。过程很慢，但地基稳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他这套打法挺反常规的。别人都在追求及时澄清，生怕晚1小时就被钉在耻辱柱上。
他呢，第二天照常去菜市场买菜，被路人拍到素颜，皮肤状态好的不像刚熬过夜的样子。照片上他正跟卖菜大妈砍价、讨价还价的样子特别熟练。这种细节比声明管用多了。你在那儿甩证据、列时间线，累死累活，不如他一张买菜照片来的有说服力。因为大众的潜意识判断就是，心里有鬼的人不可能有这么松弛的生活状态。当然，这个逻辑只对已经建立信任的人成立。如果换成某个黑料缠身的流量，你抄他的作业就是找死。所以他的沉默不是万能钥匙，而是量身定做的铠甲。很多人学不会这招，他们总想控制舆论，结果越控制越失控。他接受了舆论无法完全被控制这个事实，于是干脆放弃控制，转而控制自己。自己该拍戏拍戏，该生活生活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时间这东西挺公平的，你花在撕番位、炒 CP、打榜上的时间，最后都会变成你脸上的疲惫和观众心里的厌倦。你花在剧本、角色、生活上的时间，最后也会变成你眼里的光和观众心里的信任。他懒得演，但不懒的地方，其实比谁都勤快。这种反差，才是他真正的护城河。